最近，中国周边的挑衅势力甚嚣尘上，除了有常见的美日澳外，还出现了罕见的新面孔。日前，在美国向中国发动新一轮攻击时，新西兰就罕见登上美国战车，向中国发起挑战。此次美国等攻击的主要方向是网络攻击，即污蔑中国开展恶意网络活动，但实际上，美国才是对中国展开恶意攻击的那一个。这种贼喊捉贼的把戏实在令人所不齿。而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美国这样的恶意诋毁竟然还带动了其他对华战略摇摆的国家。作为五眼联盟的一员，尽管其他4国一直频繁对华挑衅，但是新西兰似乎一直保持着战略定力，不会轻易跟随美国步伐挑衅中国。但是这一次却十分不同。据新西兰国内媒体报道称，此次挑衅向中国发出了明确信号，也即新西兰可以随时对华强硬，只要他们愿意。不同于以往的独立交往，新西兰这次似乎是铁了心的跟中国死磕。更加豪横的是，在挑衅完之后，新西兰还对华喊话称中国没理由报复。我们知道，前段时间澳大利亚疯狂踩上中国红线，随后他们也为这样的行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方宣布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并出台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在看到澳大利亚的下场之后，新西兰非但没有担心自己会受到中国的制裁，还表示中国根本没有理由制裁。新西兰贸易部长表示，这次新西兰攻击的是网络安全问题，并不是贸易问题，所以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反制。但是他们忽略的一点是，新西兰对中国的攻击完全是诬陷抹黑，他们主动对中国不仁，难道还要中国对他们友好相待吗？这简直是异想天开。正如同我国专家杨成军所说的那样，绝不容忍无止境挑衅，中国是有尊严和底线的。此番新西兰的突然倒戈背后也传递了一个更加危险的信号。随着美国对华抹黑攻击的日益加剧，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不明事理的国家加入到这一阵营当中去。届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将会更加险峻，因此这个时候，中国就必须及时出手反制。专家杨成军提出的5点对美反制，同样适用于新西兰，甚至是任何一个对华挑衅的国家。其一是保持战略定力，认清挑衅国家的真实用意；其二是利用媒体发声，表达中国对挑衅的态度；其三是从多个领域发力，让别国切实感受到挑衅中国的代价；其四是良好积极的运用智库。最后一点就是采取一定的军事行动，展现大国实力。在当地时间7月21号，俄媒俄塔社的消息显示，乌克兰安全局公开宣布，将对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进行传唤，理由是绍伊古违反了乌克兰的法律。如果绍伊古没有在规定时间里到乌克兰接受审讯，那么乌克兰的安全部门将对其实施抓捕。该消息一出，很快引起了外界的密切关注。当然，这个关注自然是以看热闹的心态进行。网上有传言称，当时五角大楼的高层将领都给看笑了，也不知道乌克兰到底是怎么想的。哪怕绍伊古去或者不去，乌克兰敢拿对方怎么样吗？除了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笑话，似乎没有任何作用。有网友注意到，乌克兰对于绍伊古的说法是在东乌地区组建非法武装，威胁乌克兰国家安全。为此，乌克兰的安全局还十分一本正经地表示，会在马里乌波尔法院提出申请，最开始会对犯罪人进行传票程序，如果罪犯不接受传唤，那么安全局将进行抓捕。但明眼人都很清楚，乌克兰即便重回40年前，也大概率没有足够武力让俄罗斯甘心将国防部长拱手送给乌克兰审判，更不用说如今的乌克兰。有网友调侃，就当前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国力和军力对比，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很可能会过去，不过是开着坦克过去的。有观察人士注意到，联系上近段时间乌克兰在国际社会的遭遇，可能如今的行为就不那么难以理解。在本月初，乌克兰与中国签订协议，就深化基础设施进行合作，并积极展开共建“一带一路”。在当时的背景下，北约刚刚怂恿乌克兰对俄采取强硬的态度，甚至一度在俄乌边境部署军事力量。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俄罗斯大军压境。在最紧要关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连夜前往法国、德国，想要请求援军，结果却让乌克兰大为失望。两家北约核心话语权的国家对出兵援助一事百般推辞，至此，俄乌间的冲突逐渐以乌克兰让步而告终。在这个时间点上，乌克兰找上中国，无疑是想利用中国影响力提升自己在西方国家眼中的地位，用战队来提高价值。毫无疑问，乌克兰自己也清楚，顶着西方国家全面反华舆论的情况，公开与中国合作，肯定是要得罪美国人的。为此，突然向俄罗斯装疯卖傻，也就不难理解，无外乎是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还是愿意跟随西方的。有俄罗斯这个大换在，自己不会轻易改弦更张。最近，我国官方账号小杨视频对外曝光了一段解放军在东海地区演习的视频画面。在最开始，这份视频还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毕竟我军近段时间已经在周边展开了密集紧凑的实弹演习，几乎对台形成一个火力包围网。
因此类似的视频画面其实也见怪不怪了。不过，在放出了一段时间以后，有细心的网友注意到，在视频中演习的地点被官方刻意标注提醒了。我军实弹演习的最近开火地点距离台湾岛仅243公里，这个距离就有点意味深长。如此近的距离，只要解放军有动手的想法，台军的沿海防御网络几乎就会在第一时间遭到火力压制，部分关键节点还会被精准打击。有观察人士就指出，解放军在近期一直是以实战为背景进行的演习任务，近1周的时间里，多次军事演习围绕台湾北部、南部、西部等地区，几乎就是一个半包围网。而且最需要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国共从来没有签署过任何类似的停火协议。换句话说，两岸其实一直是处在战争状态，只要想要动手，解放军随时可以登岛作战。而解放军多地点军事演习，很可能就是在寻找最快登岛作战的方案。而解放军不断靠近台湾岛的军事演习地点，也是在间接压缩台军的战略空间。今天推进5公里，明天推进10公里。既然台军不敢吭声，那我们就一步一步压缩，压到最后一锤定音。事实上，外媒联合早报就对于解放军近期密集的军事训练给出评价。外媒认为，伴随美军接连多次的公开抵台，整个台海局势已经无法回头。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在台海的屡次挑拨和介入，都必然刺激中国加快国家统一的进度。解放军对于台海的任何行动，都可以理解成为维护中国统一的必要行为。如今的众多敏感地区军事演习可以看出，很明显，中国人是认真的。在霸权压服之下，美国开始在世界定下各种各样的规矩，似乎定规矩就成了美军的专属特权。但是这一次却截然不同，轮到中国给美国定规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一番狂热的对华挑衅之后，美国突然叫停，向中方释放出了友好信号。日前，经过中美双方确认，美国第一副国务卿温迪·舍曼将会于近日访华。从这一级别来看，将成为拜登上台以来美国访华最高级别的官员。随后，这一不寻常也引起了众多分析人士的讨论。有人认为，这可以认定为美国暂时的求和信号。美国似乎也开始意识到，随着其挑衅力度的加剧，中国的回击态度也愈发强硬。如果任由这种局面发展，将对美方极为不利。而有人也认为，这是美国为接下来的对华战略探路，想借着这次访华来摸一摸中国的底子。但是无论哪一种猜测，我们都必须明白的一点是，美国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中国共赢。因此，在美国高官即将访华之际，中国也保持了相当高的战略定力。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国罕见地划定3条红线。第一条是美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保持对中国的尊重。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挑衅中，美国经常对中国内政问题横加干涉。例如，美国接连借着新疆人权问题攻击抹黑中国，可以说，美国的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中美之间的大国关系。第二条是美军不要试图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并保持必要的距离。近来最典型的挑衅案例就是美军机3度降台，谁都清楚两岸统一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是一条绝对不允许任何域外势力踩踏的红线，即使是世界军力第一的美国也不行。另外，美国还频繁使用军机、军舰对中国实施抵近侦察挑衅，这严重破坏了中国周边局势的安全与稳定。第3条是美国不得将中美常规竞争发展成为攻击性压制。其率领众盟友攻击中国，试图孤立中国的做法，必将会招致中美根本军事冲突。可以说，这3条红线招招戳美，都是美国近期频繁使用的招式。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方划定这3条红线可谓是深意十足，似乎在正告美国，如果不能遵守这3条规定，那么和谈也必定不会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另外，更加重要的是，在中方明确这3条红线之后，美军接下来再想相安无事的挑衅中国，已经不再可能。一旦美国突破了这3条红线，那么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回击，不会再心慈手软，放任美军挑衅。